我反对 G2， 为什么很多人讲到 G2 就寒毛直竖？就是因为美国在过去的为所欲为，委内瑞拉的开启是这整个 G2 大战略的鸣枪起跑之点。G2 就是美国发动新冷战失败的直接代价。但是当美国全力推动 G2 的战略转向的时候 ，G2 的形势必然加诸在中国的身上。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G2 是什么意思 ？G2 是川普在2025年的年底11月的时候所提出来的国家安全战略，简称 NSS 啊。这是美国历任的总统都会根据他每年的这个国家的安全呢，进行一个策略化的推展啊。对美国来讲哦，他所认定的势力范围，除了美国所在的北美洲，还有南美洲，特别是加勒比海要牢牢的扼控哦。另外是什么呢？针对欧洲，当时川普提出了一个叫 G2， 另外谣传。G2 之外有所谓的 C5， 就是所谓的核心五国论，美国、中国、俄国、印度还有日本。你会发现核心五国除了美国是在西半球之外，其他的都在东亚，只有俄国你可以说是它是跨一个欧洲到东亚的一个距离。在这核心五国论后来当然是被川普所否认的啊，没有俄国之外的欧洲，没有非洲国家，没有南美洲国家。那这里也顺便提一嘴，我是从一个历史学脉络的角度来观察的。2025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川普的上台，他的上台彻底的改变了美国历来以来的策略，也就是在1945年联合国正式成立，美国成为联合国5常的创始国了之后，一直到2025年这当中整整80年的时间，美国所奉行的一个什么全球化，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一种世界主义，也就是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应该也理应做全球治理的工作。所以这个美国的国策彻底的放弃的转向，其实是一种退缩啊。它退到1945年之前，美国所具有的样态是什么？美国在19世纪末开始彻底的崛起，门罗主义的提出其实已经回到门罗总统是19世纪的20年代的时候了，那更早。可是我们如果真要讲美国的一个样态与帝国争锋的样态，主要是在南北战争之后的高速的发展，那美国在那个时候确实尝尽了甜头，他开始实施全球的战略扩张。首先把门罗主义覆盖到什么？整个美洲。最经典的那句话就是什么？美洲是美洲的美洲。具体执行的方式是什么？在外部势力干涉前，这个外部势力是什么？主要指的是欧洲列强。干涉美洲国家之前，我率先进行干涉，并且拒绝域外势力对美洲的干扰。美洲简单来讲就称之为3个字叫后花园，这是美国原本的国策。但是到了我们刚才讲了二战之后，它奉行的是一个全球治理、全球盟主的角色。但这个盟主具有强烈的霸道属性，只是在1950年之后，美苏之间进入了高强度的冷战对立。那在冷战对立呢，除了武力之外，因为两边武力都很强大，所以更需要表演的像什么更拟人一点。所以在那个情况之下，美国它就成功的形成了我们上一辈人，甚至到我这一辈人，我是1988年的，都深受到这样的风气影响，也就是对美国具有一种不好听的说，有一种仰望的态度。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会出现很多苏联是邪恶的，美国是绝对正义的，中国就应该跟美国好棒棒。这个里面在两岸都有这样倾向。台湾是强烈的亲美倾向，而大陆呢是强烈的对俄罗斯或苏联有很强的防御心态，因为大家知道中苏交恶嘛。事实上1971年2 7 5 8号决议，当时尼克森总统飞到了中国大陆，跟当时的周恩来毛泽东见面的时候所进行的什么，就是联中制苏。所以两岸其实都有一种相对亲美的情绪，至少在2015年之前是绝对的。所以呢，在这个逻辑之下，在讨论 G2 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进入一种非常非常窠臼的状况，就是他所想象的世界治理的模式，就是美国的治理模式，影响了整个世界人民的思潮。这也是我常常诟病的嘛。那台湾有些专家到现在还在苏俄苏联的叫苏联1991年就解体啦，35年了，他们依然在苏俄苏联的叫。依然讲到苏俄苏联好邪恶，美国好棒棒，所以讲到 G2 自然被联想霸权。在苏联在的时候，它有一个超强的竞争对手，尤其1970年代是苏攻美守的时代，美国确实应对的非常累，所以它看起来更加的好，温良恭俭让。最有名的就是卡特总统，叫好人卡特嘛。所以呢，曾经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他们不是表现良善，
他们之所以表现的良善，是因为我们来过，而我们走了之后，他们只会更加张牙舞爪。讲的就是呢美国的一个本质了哈。所以我之前也跟大家一个概念嘛，美利坚合众国跟美利坚帝国，这是两个概念哦。就美利坚合众国呢，是看起来表面上是属于整个美国的一个利益。美利坚帝国是什么？美利坚帝国的背后其实是美国的精英统治集团、利益集团所架构出来，利用整个合众国的力量来拓展自己在权力、在金钱、在产业、在话语权等方面的一个力量哦。所以美利坚帝国本来是很会演啊，因为呢毕竟还有苏联在。一超多强时代呢还是演一下啊，因为没有什么人挑战他。但是当他的地位受到挑战的时候，他不能维持那个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美国呢，他的 G1 超强的地位呢受到了谁的巨大挑战？当然就是受到中国大陆的巨大挑战。2001年中国大陆入世之后呢，大量的这个快速的崛起，然后呢力量迅速的充实，原本以为在他的一个全球治理的底下，除了苏联之外，他的盟友或者是苏联解体之后，他依然可以掌控全局。最有名的事情就两个嘛，一个是法国阿尔斯通公司，另外一个是日本的日美半导体协议，这一些都是美国拿来对付挑战者的一个具体的方式。可是面对中国大陆他遇到一个最强的挑战是什么？中国大陆的体量太大。即便呢，透过美国的全球分工体系，看起来每一个人赚到的是小小赚的很少很少很少，可是实质上他所积累的能量是巨大的。再来，中国大陆的政府非常的能够掌控全局，他能够把这些资源集中起来，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当初美国所始料未及的一个部分。这因此呢，美国发现他必须分出力量来对付中国大陆，但是他发现现在一时船大难掉头，他没有办法在短时间之内把所有的力量拿来对付中国，所以呢，先想办法透过体系的力量来对中国进行防堵跟围剿。这个就是在2018年开始的中美冷战，那他就拉起他所有的盟友来围追堵截中国大陆，但发现呢，对中国强度再怎么高，似乎中国大陆都有办法来规避。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大陆它透过了很多的方法，一方面也有国运的一个内涵。疫情在全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反而疫情在当时整个中国大陆的举国体制之下，反而得到极好的控制，而且维持了主要的生产，也对全世界有重大贡献。为什么？因为输出了大量的医疗器材，全世界满街丢，而且这个医疗器材的输出也成为一种国力向外的展现，体系优势的展现，还有什么雪中送炭的展现。这是在关于在实质面的，在公卫方面的，在经济方面的，在制度方面的，在情感方面的。所以中国大陆所建构的体系就会有更多的国家愿意参与。当中比较有名的一个是什么？一带一路，还有一个呢是上合组织，还有一个是金砖国家，这些国家组织，跨国际的组织。那还有一个区域整合的就是东协加3，后来形成了所谓的 RCEP。 所以呢，到了川普上台的时候，他就必须扬弃他原本的路线，而且这当中还爆发了什么？还爆发了俄乌之战。俄乌之战相当于是什么？美国在围堵中国的时候，试图利用多线操作来彻底击垮中国的一个方式，因为他发现围堵中国并没有办法让俄罗斯彻底的倒过来他们这边，既然争取不了就毁灭吧。所以呢，当时的美国非常的嚣张，他想同时开启双线战场。那结果没想到俄乌之战一打到现在快4年了，所以现在呢想抽身也抽不得，但是每个月图耗消耗的大量的资源就留在那边了。所以新冷战的这样的做法一定要调整，而它的代价是什么？就是美国的一切。新冷战的失败让美国的底色被看穿了，这个叫做利用外交、利用战略的方式来调整，来避免全面的失败。这个美国常玩比如说韩战的失败、越战的失败，让美国必须全面的、更加深度的去联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对抗苏维埃联邦，联中制苏。这个叫做什么？用战略的转向、跟放弃、跟牺牲来拯救战略的危局，这是美国惯常所使用的方式。他所牺牲的是谁？绝对是那些小国。例如韩战的失败，牺牲的是韩国或者是朝鲜的统一；越战的失败，牺牲的是什么？牺牲的是南越的千千万万居民。最有名的西贡铁拳，棒打出去一样。再来 G2 其实就是因为他在新冷战的失败所造成的直接性代价，他必须也被迫承认中国全面的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确实力量相当强大。为此他不由得第一减低对韩国的直接控制力，所以这给了韩国巨大的空间。而李在明就是驱破了这一点，所以李在明非常的聪明。李在明先飞去日本，再飞去美国，跟川普会面之后，
他就做了一件事，接下来他就来部中韩元首会，然后接着他就去了北京。因为吕在明区破了这一点，所以美国现在在韩国的驻军也有所削弱，对韩国部队的直接的控制力也有所削弱。那第二个就是当中日冲突的时候，美国对日本的处境是不闻不问，也恰巧美国利用了日本人想要摆脱和平宪法这一点，所以日本愿意自己迎难而上，那是他的事情，他愿意头铁去撞头破血是他的事情，反正我不会表态，然后我还打电话叫你说你不要太过头。所以现在高市早苗非常低调，高市早苗最近在干一件事是什么呢？他赶快来宣布他即将来举办参议院的大选，他解散了参议院。原因是什么？因为他知道再这样耗下去是没有办法的，他必须尽早的豪赌。那这个是超级无敌快，高市早苗才上任没多久啊。那为什么赌的就是他现在还有70几%的支持度，要赶快摆脱极右翼的钳制啊！如果不摆脱极右翼的钳制，高市早苗不用干了，就僵在那边，僵在那边会被制裁的更惨啊！现在已经被军民两用清单制裁到，那是制裁到骨髓里面的。但是从长远来看，高市早苗做的这个赌注是对的还是错的？我跟你讲，这绝对是对的。而这个也是高市早苗并非一个无智之人啊，因为事实证明你的极右翼的路线是彻底错误的嘛。所以呢，我现在解散之后，我可以掌握整个国会，而且我也不用受制于更右、更极端的日本维新会。所以这样的调整呢，你可以看得出来，高市早苗在做出一些他的一些动向了。这个都是什么？这个都是美国把日韩作为他在新冷战围堵中国失败之后作为弃子的一个展现。我们觉得美国驻军日本是遏制中国出海，可是当美国的势力后撤，但驻军撤不了，因为这个是碍于什么二战格局，而且这个二战格局是谁跟谁提的啊？是川普跟习大提的。当然这是个双向啦，中美之间的共识就是二战格局不能破嘛，所以川普会退出一大堆的，退出了66个联合国跟非联合国的组织，其中31个是联合国，一个35个是非联合国的国际组织，但他绝对不会退出安理会。所以对日本来讲，本来极右翼的算盘是美国在亚洲的后撤是日本在亚洲前进的一个契机，就美国对日本的控制力减弱。可是问题在于说，美国的后撤反而给日本减少了支撑力。当日本说那我给予更多的主导性，所以日本才讲什么紧急事态嘛，台湾的紧急事态可以扩大解释自卫权嘛。简单来讲啊，就是藉由扩大解释自卫权来重新拿取开战权嘛。但这个事情并没有成功嘛，反而是因为美国后撤了，他给予你的支持减少了，但是他给你的格局跟框架定在那边。而中国大陆把军舰开到4国南方的时候，开到这里的时候，穿越宫古海峡开到这里的时候，你日本怎样反而动弹不得。所以对高市早苗来讲，这验证一件事，就是极右翼想要走的安倍路线是不可能会成功的嘛，因为这个成功有赖于美国的支持啊。但美国不支持，你自己冲，但中国太强大又冲不过去，那怎么办呢？要改换路线。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从北京到首尔到东京，它其实是一条直线。这个连线是什么？叫中国出海线，先是黄海，再是东海，这是两段式的。现在高市早苗他只要大选改选成功，他就可以摆脱目前呢的一个制约的部分。所以李在明看得很清楚啊，安顿了美国的心，就全面奔向了中国。东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因为我刚才为什么特别画那条线呢？因为中国的出来一定是先韩国再日本。那我就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G2 到底在谈什么 ？G2 不是一个体系，它是个格局。什么格局？就是世界上会有2个强大的国家，各自用各自的体系在做他想做的事情。中国大陆的体系我说过叫 C+N， 即中国是强大的，那加 N 是加什么意思？加上多极化的世界。而因为中国足够强大，所以多极化的世界会绕着中国转，这叫是中国的自信。但是美国人是这样，你跟他讲 C+，他听不懂啊。美国人不能接受多极化的世界啊，在他的逻辑里面，世界上只有3种样态。第一种叫什么？列强世界，因为打从美国诞生之后，它就是个列强的世界，帝国主义横行的时代，有强权几公里。第二种是什么？2大壁垒的时代，真正的 G2 就是美国跟苏联。第3种是什么？林北是老大，我独强的时代。它只有3种逻辑，这3种逻辑你总要讲一种他听得懂，他没有办法理解什么叫多极化啊，互相尊重啊，他不能理解什么叫做天朝观里面虽然中国为上国，但是平等对待各个藩属国，大家自己决定你自己要怎么来跟中国相处，他不能理解这个概念。这才是为什么在讲 G2 的时候，你可以听到北京这边的说法是什么？中美关系是世界的巨轮，中美稳定则世界稳定。过去说没有那么严重，世界很大，大家各自安好，各安一方，大家也可以合作啊。现在不是啊，你得主动站出来跟他说，我们都很大，我们一起干。
我们干得好，世界就安定了。你不跟他回应 G2 的逻辑，美国人听不懂，你知道？他会恐慌啊，他会搞事啊。以美国的实力，他搞事，世界就震荡啊。因为他们的历史逻辑太短了嘛，只有250年，就是个250。你要一个250，怎么能够体会5000年的历史呢？美国从来没有见过什么叫做真正伟大强大的中国。美国人来到中国的时候是19世纪末美西战争，美国占赢了西班牙，然后什么取得了古巴，还有就是菲律宾，最重要的就是个美西战争。因为拿到了菲律宾，所以美国来到了亚洲，一来到亚洲发现，这中国怎么是人家盘中孙啊，被人家瓜分了，快死了啊，当时叫做瓜分危机。结果怎么办呢？美国人看一看，不行，这样搞下去我无力住处啊。所以呢，美国就当然是联合他前宗主国，也是他的兄弟之国，当时全世界最强大的大不列颠帝国嘛，就是当时的日不落帝国英国嘛。所以两边呢就一起提出了什么叫做门户开放政策。所以对美国的逻辑来讲，来到中国好弱。再来第二印象是什么？要怎么样赚中国的钱，就叫他门户打开。终极版的门户开放叫什么呢？就叫做全球化。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美国人对于中国的想象就是只要全球化了就可以赚中国人的钱，只要能赚中国人的钱，中国就会改变它的样态，变成跟美国很像。这是什么想当然尔的逻辑呀？但是他们就这样想当然，因为他们的历史就长这样啊。个人行动之依凭为经验嘛，集体行动之依凭即为历史嘛，历史为众人经验之结晶总结教训嘛。所以为什么历史叫见往知来？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讲，日本提前大选，其实从宏观格局来看，是应对着美国的 G2 所划分之下的。但美国所理解的 G2 跟中国所要的 G2 的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哦。我们先讲讲美国，美国先去搞了委内瑞拉，在搞委内瑞拉之前呢，在抓马杜罗之前的美国总统川普，他打电话给各大石油高管说，我准备要去搞委内瑞拉了，到时候记得去投资啊。以委内瑞拉为首啊，它产生了大量的这个种植原油呢，源源不绝的。即便在马杜罗的前任查韦兹总统的时期，委内瑞拉也是一边顶着美国制裁，一边卖种植原油给美国。后来加拿大的产量上来之后呢，种植原油就源源不绝的输送到美国来进行炼化。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敢于制裁委内瑞拉，其中原因是因为他找到了重油的替代源，怎么样在既有的体系之外创造新的利益，而这个利益可以归他所运用，这也是个重点。在这些的想法之下呢，美国为什么开始疯狂的拉 G2 霸权？因为时间对他们是越来越紧迫了，眼见着中国大陆一脚就怼出来了，先是搞了日本，接着又搞了正义使命2025，完全都没在演。而且呢，整个南海地区原本拿来做杠杆的菲律宾是如此的不堪，如此的难当大任。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最近头很痛因为菲律宾的整个治水的弊案到现在延烧不止所以整个菲律宾现在非常的动荡。然后韩国已经跑了，所谓的第一岛链韩日台菲这4个政治实体每个都出状况。台湾的赖赏完全没有能力控制住局面，大罢免也变大失败，搞大违宪在野党也没在管你的。现在看起来2026年光是一个党内初选都搞不定，把柯文哲放出来想说列解蓝白好像也没有成功。所以呢，为什么美国现在急还有呢，对于川普来讲有2件大事嘛，一个是最近伍德 Good 一个三宝妈 ICE 当街打死，在 Minneapolis 在这边，而且他还是个军眷，重点他是公民，他是个白人。ICE 呢是美国的移民事务局，专门在抓非法移民，结果现在搞得全美国现在大规模抗议此起彼落所以现在全美乱成一锅粥而且本来在去年反对川普的力量就逐步在集结，叫 No Kings， 当时全美就搞了700万人出来了，所以这个事情对川普压力很大。而且11月就在台湾要地方大选的时候，美国也要期中选举。什么是期中选举呢？美国是这样每隔2年要改选1/3的参议员，全部的众议员400多席全部要改选。通常期中选举对于执政者是比较不利的所以我说他落实这个 G2 格局，所以他赶快打电话。但问题在于说现在人家在既有的格局下就赚得盆满钵满了，把我叫去还要额外投入1000亿美元我的天所以人家不愿投嘛。然后川普之前说出狠话，说第一个，我是委内瑞拉的临时大总统他自己在出social上自己写的他还把它给 P 图人封起来，什么都可以。你那个尤其是谁呢？不听话 ExxonMobil， 你这不听话的家伙，说他是自作聪明然后这个 Darren Woods 也是很硬他说目前委内瑞拉的法律商业架构根本不具投资价值而且我们公司在那边2度被没收，除非美国有重大的法律改革并
提供持久保护资产投资，否则根本难以重返。因为埃克森美孚啊跟这个康菲石油总共啊被没收超过130亿美元，那这个东西川普就不用玩了，他好不容易捞了这些钱，那结果又被你这些巨头给扣走，那捞到什么时候啊？所以你看如此的狂，真他妈的狂，这里面就形成一个利益的冲突链嘛。对川普来讲，赶快创造新的利益，而这个利益透过他来杠杆，他可以赚到更多。但是对这些石油公司来讲，你川普连控制委内瑞拉都控制不了了，你怎么可以跟我遑论说后面的投资有办法呢？再投下去不是投一个无底洞吗？我们现在炼重油光是靠加拿大的重油就足够消化产能了，不需要再搞事情。川普说啊，现在当前首要任务是什么？重建石油基础设施，否则的话没办法变现嘛，这就是现在川普最大的头疼啊。那在这个之外呢，川普继续威胁必须拿下格陵兰岛。川普啊一直不愿放弃动武这个举动。那川普现在在想什么呢？他直接说啊，格陵兰的防务是狗拉雪橇啊，一定要拿下来。那为什么一定要拿下来呢？因为啊，中俄会先拿下来。那格陵兰的重要性，你如果从俄罗斯拉一条线，大部分时候都会经过格陵兰，所以格陵兰其实作为一个美国防止俄国甚至更南边的中国从北极打飞弹这样的方式的话，基本上它是一个绝对的前勤预警的基地，所以格陵兰就有绝对的战略价值，不仅只是它本身拥有的丰富矿产，例如说呢，什么金矿啊、锂矿啊、什么石油、天然气这些都是，但是它的位置更加的重要，因为 G2 就是门要关起来，巩固自己的势力。所以你看哦，对于美国来讲哦，委内瑞拉刚好波多黎各再往北边就到了什么格陵兰，这里是不是一条线？所以它形成什么？第一个它是北边的屏障，第二个它可以监控来自什么？来自中俄这边打过来的弹道导弹。第三，它可以做北极航线接管。第四，从委内瑞拉往波多黎各到格陵兰拉成一条线，其实就是整个 G2 的防卫阵地，并且有了格陵兰还可以怎样？直接扼控从俄罗斯到这个欧洲的北部。那面对这样的状况呢，中国依然照着自己的步骤在往前走。比如说什么呢？2026中非人文交流年，大陆依然在布局自己的 C+N。所以就可以看到啊，这次呢突然冒出了一个什么，目前在南非上演的什么叫做和平意志2026海上联合演习，是参与军演的大陆的军舰叫唐山舰叫唐山舰，它其实是从吉布地港派出去。为什么是从吉布地港？因为它其实是参加护航任务编组这次派了唐山舰跟一艘补给舰去南非来参加金砖国家的首次联合军演这是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的，那这个呢都是属于中国在亚丁湾的护航特遣部队。为什么会在亚丁湾护航呢？因为是红海的入口，主要在哪里？在吉布地。吉布地有一个海湾保障基地，主要是这里的海盗太猖狂，所以相当于是直接从吉布地就派了舰队去南非参加联合军演。这个军演实质意义、战略意义是不同层次的。从战术层级来说，意义其实没有到很大，但从战略层级来说，意义非常重大，因为这个是金砖国家首次出现的安全合作项目。所以你看金砖国家会员现在有谁呢？中、俄、巴西、印度、南非、沙特阿拉伯、埃及、阿联酋、伊朗、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这个是金砖成员国。金砖伙伴国更多这里有几个细节这次的演习主办方是中国海军，邀请各方共同筹划、协调对接。联演期间呢，参演官兵将全面展开交流，深化学习借鉴，加强团结协作，增进友谊互信。并且呢，提到此次演习在提升海军间之协同能力，巩固友谊，并重申对和平、海上安全、相互理解的共同承诺。关键是这几个，就是在于说中方的主动。而且呢，你如果有听那个现场演说，他说过去几个月，所以有人会误会说这个和平意志2026是不是对于川普在委内瑞拉的抓捕行动的直接回应？错也对，错了是人家这个早就已经铺陈好了，对的是这确实是对美国所想象的 G2 霸权的一种直接性的一种抵制。你想象你的霸权，而我做我的一个 C+N 多极化的一个排布，你就想这其实就是对美国的霸权的一种控诉。而且呢，讲白了，现在全世界上最希望全球化的是谁是中国大陆因为只要全球化，对大陆来讲
没有什么市场是不能够透过市场一般的运作成功的。中国大陆有全世界最强大的产业链，有几乎所有品项，谁工业强谁希望全球化，不是很简单的道理。美国当年为什么跑到中国说要门户开放？你以为美国只有在中国提门户开放吗？美国到哪里都在搞门户开放啊？为什么美国到哪里都在搞门户开放呢？因为对他来讲，当时美国是19世纪末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家，去哪里就赢哪里嘛，他有什么好害怕的？但是中国不一样，中国是已经在一个已经全球化的世界里面成长起来的，所以全球化对于现在的当代的中国来说啊，那不仅是一个什么，是个愿望，更是 DNA 啊。中国就是因为全球化而伟大的，所以越开放对中国越好。而在美国它的全球化是什么？它的全球化叫做产业分工，站在上面的人永远要赚最多，拿最多，分成最多，比例最高，利润最高，毛利最高。所以你看苹果公司的毛利是多少，鸿海公司的毛利是多少，这就是这个整个世界逻辑的不一样。中国的居住是什么？我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负起这个责任之后，我创造了繁荣，共享全世界。一个是全世界供给我的繁荣，一个是我创造繁荣共享全世界，两个都是繁荣啊，但是它的繁荣的底层核心逻辑是完全不一样。当年奥巴马怎么说的？ Chinese citizens have the same living patterns as Australians and Americans do right now. A very miserable time. The planet just 核心的话语是什么？美国人就过不了好日子，这是美国人的核心逻辑。美国人为什么老是这样思考问题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来，美国人打从立国开始啊，就是抢土地、抢女人、抢资源、抢水啊。比如说这里有一个世界上闻名的大峡谷，但这个大峡谷里面的多数的水源被谁劫走了？这个叫科罗拉多河，经过了什么？科罗拉多创造出举世闻名的大峡谷，他们在科罗拉多河上修了一大堆的水库，把河水都给劫走了。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胡佛水坝嘛，提供给拉斯维加斯。所以美国人的逻辑就是抢，美国今天的伟大是靠抢来的。那你想哦，美国的扩展就是一个抢夺史嘛。比如说美国当初想要德州这块地怎么抢呢？很简单，让德州先独立，叫孤星共和国，德克萨斯共和国，然后就以此为借口跟美国人打了美墨战争。打完美墨战争之后呢，就把整个今天新墨西哥州、内华达州、加州、奥勒冈州、华盛顿州这一大片的土地全部带走。那他看到了格陵兰，他现在的主人是丹麦，看到丹麦那个小拉不点，你对吧？美国这么大只放了一点在里面，他难受啊。看到丹麦那么小却可以拥有格陵兰，他更难受了。所以放了又不属于你，然后呢又这么的重要，又如此的对川普来讲那么有吸引力，能不据为己有吗？这就是为什么格陵兰到目前为止川普整天心心念念的。所以我认为他一定要拿，气氛都烘托到这个上面了。对现在的美国来讲啊，跟大陆打架很难分胜负嘛，就像拿了30公分的尺，在大陆也有一只可能是29公分的尺啊。那这个小孩子喜欢拿尺来当击剑，对不对？彼此击剑一下，谁赢谁输不知道。而且啊，与其去跟大陆这样硬碰硬啊，不如跟大陆手牵手啊，把这世界给分了。所以对于目前的美国来讲，他只好跟丹麦、跟欧洲说 sorry 了，因为我很大，你忍一忍。说到回来哦，现在的美国还继续在讲些什么呢？他现在又说他要去拿古巴，拿哥伦比亚，但我觉得这个都是嘴炮啦，以目前美国实力是拿不了。不过倒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做一些补充啊，伊朗跟中国没有绝对的军事同盟关系哈，伊朗跟中国更多啊是在潜在的经济利益合作上。当然战略地缘那肯定是有，因为毕竟中国现在跟中亚关系非常的好嘛。但伊朗现在危急吗？既危急也不危急，为什么？如果够危急的话，伊朗不会把舰队派到南非去。然后再来呢，现在伊朗的状况是什么？伊朗真正的盟友是俄罗斯，就跟委内瑞拉真正的盟友是俄罗斯，只是因为俄国现在确实实力有限嘛。其实伊朗它虽然没有办法阻止美国的渗透，但是因为伊朗怎样？第一个，伊朗地形极其复杂，极其复杂。伊朗是一个高原盆地，但它也不是完全高原盆地，它有一些比如说平原，比如说在里海沿岸的平原啊，这高原里面又有沙漠，又有山谷，很复杂。然后呢，再来整个伊朗的人口组成非常复杂。
这就是我给大家做补充的，就是说美国在搞 G2 的时候，它最大的牺牲会是什么？就是它的手没办法够得这么长，你要再够到伊朗肯定是非常有限。现在整个中东地区没有一艘航空母舰，请问你怎么够？当然是没有。所以伊朗在这一局里面，我认为除非有重大的变乱，否则目前为止，就算现在说镇压已经死了上百人甚至上千人，但是这场所谓来自城市阶级对于经济下滑的不满，对于现有体制不满的一场怒火，因为串联很困难的原因，大概率是非常难整个遍地燎火。所以在这样的结果是什么？这样的结果就是伊朗这一场所谓的抗议的活动啊，大概率最后会变成什么？变成教士阶层对整个权力抓得更紧。伊朗现在的民选政府会更加的边缘化。你说这件事情对 G2 是什么样子？其实这就是 G2 格局之下你可以看到的。因为美国力量的衰退，看起来它会创造一些亮点，但实则则是对全世界秩序掌控的衰弱。所以更多的势力会风起云涌，区域性的斗争会更加激烈。各个国家内部，不管是亲美派或反美派，彼此的斗争也会剧烈化。反美派就想去打亲美派，而亲美派可能也想最后一搏，就会造成更多的动乱。所以全世界的动乱就会此起彼伏啊！这也给中国的多极化展开腾出了巨大的空间。所以我说啊，为什么这个 G2 格局来的时候，你不要害怕，你不要觉得说，哎呀，一股脑就反对说中国就不会搞 G2 啊，你干嘛一直应和美国人的说法呢？我看到很多人在骂我这件事，我知道，可是其实是他们没有搞懂我的意思。我当然反对 G2，因为我反对霸权嘛。但是我也必须讲啊，世界就不是因为你反不反对或喜不喜欢或讨不讨厌它就会变化的嘛。所以总结啦，美国狂拉 G2 霸权其实是急了，也是一种美国加速衰落的一个过程，也是一种实质，然后会搅得整个全世界上风云变动，乱七八糟。其实我最期待的是他强夺格陵兰，他一旦强夺格陵兰，更显美国霸权的衰落。而中国多极化的展开，原本是相对被动，或者是比较温吞的，慢慢走。但是随着美国霸权的快速衰落，国际秩序需要填补空白，所以你会看到，即便像这种金砖本来是一种所谓的经济合作，他反而会讲进一步自己主动去拉群，主动去规划，拉更多的安全事，借由扩展安全事务，推展所谓的和平意志的概念，在全世界上拉帮结派，而且更多的国家因为美国这样肆无忌惮，他更愿意怎样团抱小聚。